Yes, sir. Affirmative. Construction options. Gear Unit of ready. reporting. Structure sold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T。刚刚的画面与特效是不是让玩过 RTS 的玩家相当怀念呢？对于我们这种经历过网咖黄金时代的老玩家来说，不管你是听到发木工 Ready to Work， 还是你需要更多王虫，这些声音都是直接刻在脑海里的。因此，那些年的即时战略游戏，也就是我加个 S 的 RTS， 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到处都是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在 Steam 的热销榜上越来越难看到这类型的作品，不仅让大伙有个疑问，即时战略游戏是不是已经死了？因此，身为骨灰级 RTS 狂热玩家的我，今天就来聊聊即时战略游戏当年是怎么统治世界的，后来又是因为什么致命的原因，一步步退下了神坛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先帮我按下订阅，点个赞。那我们立马进入今天的正题。那么在我们开始聊 RTS 之前，我们先简单科普一下 RTS 的起点。第一款 RTS 到底是谁？这在游戏史上一直都有争议。然而早在1982年就有像乌托邦或者 Cytron Master 这类带有即时决策概念的远古神作，但还是跟后来的现代 RTS 有段距离。一直到1989年，在 Sega Mega Drive 主机上发行的雷霆计划，更是首次被官方明确标上即时战略的标签。它已经有了生产部队占领基地的前卫玩法，但是真正把采集资源、建设基地、研发科技、生产部队、即时战斗这套完美公式写进游戏历史教科书的，绝对是1992年 Westwood 制作的《沙丘魔堡2》。从那一刻起 ，RTS 的黄金大门被彻底推开，接下来就是属于我们的黄金盛世，也就是2年后暴雪推出的《魔兽争霸：兽人与人类》。如果说《沙丘魔堡2》是把 RTS 的骨架做出来，那《魔兽争霸》就是把这套玩法包装成更容易让玩家记住的奇幻战争，人类兽人金矿伐木盖兵营出步兵，再加上那些洗脑玩家一辈子的单位语音，什么 Yes my lord， 什么 Yes Dom， 什么 Work， 都是这时候出现的。而且这还是暴雪第一款真正打开自家奇幻战争宇宙的作品，也奠定后来魔兽争霸系列的起点。然后1995年 Westwood 又回来了，这次不是沙丘，而是终极动员令。这款游戏一出现， RTS 的气质马上就变了，它不再只是俯视角的小人打架，而是变成一场有真人过场、有军事播报、有阵营信仰、有阴谋、有泰伯轮矿的现代战争。从这一刻开始， RTS 不只是在比谁会盖房子，而是在比谁比较像真正的战场指挥官。因此在 Westwood 接续沙丘魔堡2经验后打造的代表作，也让它成为 RTS 类型早期最重要的系列之一。不过同一年，暴雪也推出魔兽争霸2黑潮，这一代让魔兽争霸有更好的画面、更清楚的阵营差异、更成熟的海战与空战，再加上更有记忆点的单位语音。从此之后，暴雪很清楚一件事， RTS 不只要好玩，还要好听。你点一下单位，他要回你；你派他去送死，他也要回你；你狂点他，他还要不爽给你看。这就是暴雪 RTS 的醍醐味之处。于是来到1996年，终极动员令红色警戒1，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RTS， 更胜于他的爸爸终极动员令。当年这款游戏沿用爸爸的一贯作风，使用极具张力的真人实拍过场动画，带我们进入一个超带感的架空历史。如果爱因斯坦回到过去，把希特勒从历史上删掉，世界会变怎样？结果却导致没有对手的苏联迅速崛起，跟盟军展开了席卷全球的大战。红色警戒把 RTS 拉进另一种狂欢，盟军、苏联、磁暴线圈、坦克海、潜艇、间谍，再加上那首一响起来玩家就想拍桌子的 Hell Match。从这里开始， RTS 不只是策略游戏，它开始有了流行文化的味道。你可能忘记某一关怎么过，但你不会忘记那个军靴踏地、电吉他炸开的开场。红色警戒作为终极动员令的前传式分支，也让西演西系列的另类历史战争风
风格彻底成型。隔年1997年 ，RTS 更开始分裂出更多方向。第一个是世纪帝国。如果说终极动员令是现代军事，魔兽争霸是奇幻战争，那世纪帝国就是把历史课本拿来当战场。从石器时代一路打到铁器时代，12个文明采集食物、木材、黄金、石头，盖市政中心，生时代研发科技，最后带着一群兵去把隔壁文明变成考古遗址。不过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不只可以打电动，还可以学历史。因此，世纪帝国作为 Ensemble 的第一个大型作品，也被视为早期重要的历史题材 RTS。而且，同样在1997年，还有另一款硬派怪物，那就是横扫千军。这款游戏不是走可爱路线，也不是走历史教育路线，它走的是我要让你的电脑知道什么叫战争。大量的单位、远程的炮火、雷达、能源经济、超大规模战线，还有在当年非常前卫的3D 单位、地形与物理感。虽然横扫千军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玩过，但绝对会让很多硬派 RTS 玩家感到这款才是真正的大战场浪漫。它把 RTS 从一群小兵互殴推向整条战线在燃烧，因此横扫千军常被认为是早期真正运用3D 单位、地形与物理概念的重要 RTS， 对后来的大规模战略作品影响深远。然后是1998年 RTS 史上最重要的名字之一登场，星海争霸，一款把整个类型推上世界竞技舞台的怪物，也是我最喜欢的 RTS 之一。而它最神的地方就是它那神一般的非对称平衡设计，人类、虫族、神族3个种族不是换皮，是真的完全不同。人类要盖建筑、修机械、架坦克，虫族要孵化、扩张用数量淹死人，神族单位贵得要命，但每一只都像高级战争机器。而我最喜欢用的就是神族，因此这之前的 RTS 阵营差异很多时候是你有弓箭手，我有斧头兵，但星海争霸是直接告诉我们，这3个种族连打仗的脑袋都不一样。后来便在韩国引爆了国民级的电竞狂潮，促成了职业联赛、电视转播，还有网咖文化的普及。虽然当年台湾也有，但那都是看不到人家车尾灯之后的事了。因此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职业选手的操作手速高达300、400，那简直不是人类，是神。紧接着来到1999年，最多人熟悉的《世纪帝国2：帝王世纪》堂堂登场。这款对很多台湾玩家来说，已经不是游戏，而是青春。黑暗时代、封建时代、城堡时代、帝王时代，村民砍树、杀羊、盖模仿、盖城堡，然后你一边喊着我要发展经济，一边偷偷生一堆骑士，准备去拆朋友老家，实在是有够卑鄙。而《世纪帝国2》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看起来很好懂，但你真的想打好，会发现里面深到像高等微积分，什么生时代时机、资源比例、控兵、侦察、兵种克制、地图控制。它不像星海那么像极限运动，但它更像一盘会流血的西洋棋，再加上咱们陶晶莹的经典配音。你敢就来呀！你玩这么久才玩这样哦？你哪单难，连我阿嬷都比你看高。嗨，大咖，你们好啊！这根本就是流传勇士的神来一笔，以及传说中的真正神，更是将台湾世纪帝国推向高峰的代表人物。不过他出现的太早，并没有将这火花延续下去，甚至世纪帝国到了2019年还推出决定版，证明它的生命力长到非常夸张。不过同一年还有万箭齐发，这款游戏把 RTS 做到宇宙里，不是地图上下左右移动而已，而是真正的3维太空战场。而且这次不是在地上盖房子出兵，毕竟宇宙根本就没有地嘛，而是指挥舰队穿越宇宙，夺回自己的家园。万箭齐发最经典的是它的孤独感，一艘母舰带着文明最后的希望，在星海里流浪，那种史诗感跟一般 RTS 的快点生兵拆家完全不同。它证明 RTS 不只可以热血，也可以很安静、很壮阔、很悲伤。接着到了2000年 ，Westwood 拿出了网咖统治者，也就是我最爱的红色警戒2。如果要选一款最有大众记忆的 RTS， 这款红色警戒2绝对是最前排。基洛夫空艇、光能与天骑坦克、海豚、尤里、自爆步兵、天气控制器，甚至盟军还可以透过取得敌方的兵种，放到自己的多功能坦克，创造出各种不同的玩法。这款游戏已经不只是单纯战争，根本是放飞自我的科幻大乱轰。虽然认真细想会觉得很荒谬，但是玩起来真的很爽。尤其是 Kira Reporting 这句一听到就知道大吉
大条咯。它虽然飞得很慢，但它的压迫感比老板走进办公室还可怕，往往2-3台就可以帮对手打扫家务。还有隔年推出了经典资料片《尤里的复仇》，那真的是完全发疯的超级作弊国家尤里，已经是3岁小孩玩都可以暴打电脑的等级了。虽然在竞技玩家眼里，它的竞技深度可能没有《星海争霸》那么严格，但论及好玩、爽快、大众流行度，《红色警戒2》绝对是神作中的神作。不过同年台湾其实也没在混，全机资讯开发智冠科技发行的《三国霸业》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之一。那个经典的突，还有武将死掉的哇，下士不绝于耳，甚至它还有群雄自传的模式可以玩。尤其是李世兵先生那个美术，当年根本帅到一个接近日本的墙。但是这款游戏并不需要盖房子采资源，它的核心玩法是武将养成与宏观内政，所以严格算起来，它其实不是 RTS， 而是策略模拟加角色扮演的 SLG。不过喜欢策略模拟的玩家其实也离即时战略不远了。但是后来的2代做成了 Q 版的模式，就整个烂掉了，非常的可惜。后来到了隔年，还有一款非常有野心，由韩国东西游戏频道制作的《三国之星海风云2》，这款应该就非常的冷门了。为什么？看我的厉害！什么地方？为什么？的好，我要挖你的眼珠！但却是我相当喜欢的一款游戏，而且一玩就知道它在系统上借鉴了《星海争霸》，但它把魏蜀吴三国套上了充满蒸汽朋克与科幻感的机甲世界观。蜀国是机器世界，吴国是魔法风云，只有魏国还在古代与神兽。而且游戏不仅有当时水准极高的3D 过场动画，超过100种特殊单位，还首创了单位等级制度，小兵杀敌越多，英雄等级越高，战斗力越强，甚至还可以捡地上的武器起来用，还有 bug 可以让英雄捡武器后攻击力变得爆高。这大概是亚洲开发商当年对 RTS 进行本土化和跨界尝试的优秀代表作了。甚至同一年还有一款展现了游戏史上最疯狂野心的作品《世纪争霸》，也是我私心非常喜欢的一款作品。这款游戏涵盖了人类历史长达50万年的演进，别的游戏顶多让你从石器时代玩到铁器时代，但在《世纪争霸》里，你可以从史前时代、中古世纪一路研发到现代1战、2战，最后迈入纳米科技与机器人满天飞的未来太空时代。那种史诗般的科技跨度，满足了无数历史与科幻迷的终极幻想。而且它还有陆海空3种兵种，还能让飞机帮你和平对方，真的是打得你昏天暗地，一场打下来都要打超级无敌久的时光机。不过你以为到了2001年，我喜欢的作品就这样没了吗？并没有，还有一款《决战江湖》，这款在生产机制上做了革命性的创新，在其他 RTS 里是从兵营里凭空应兵，但在《决战江湖》里，所有的士兵都是由基础单位农民送进特定建筑进行训练与转职而来。农民进道场变成竹青，竹青再进靶场转职成高等工兵，最后还能变成可以射箭的带刀武士，甚至连战马都要去地图上自己抓。而且兵种还能远近战切换，阴阳技能2种系统，3种种族也都有各自复杂的转换兵种，就连对于战马的应用都不一样，根本有趣到爆炸。而且当年只有英文版的，小时候的我真的是各种试错把它试出来的耶。就这样，终于来到了2002年，暴雪又改写了一次规则，《魔兽争霸3：混乱之治》。想想当年的暴雪真的是有够西北强。这款游戏最重要的不只是它是一款 RTS， 而是它把英雄单位推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。英雄会升级，会学技能，会捡装备，会带兵打怪，会影响整场战局。虽然英雄不是第一次出现，但是在这里被暴雪将 RPG 的要素发扬到极致。而更夸张的是，《魔兽争霸3》的地图编辑器最后养出了一个比很多正式游戏还重要的怪物，什么信长在旁统真机、熟女研磨抓树人、狼抓绵羊、甩狗狗、飞元素 TT、火影忍者、战舰战车大战，还有让某人被 ban 的金字塔大逃亡，尤其是经典的 DOTA 系列，全名为 Defense of the Ancients。本来只是玩家搞出来的自定地图，后来却变成 MOBA 类型的核心源头之一啊！换句话说 ，RTS 不止自己红过，他还生出了一个后来把自己客源都抢走的儿子。不过真要认真说的话，最早出现其实是在星海争霸也有的自定地图 Eon of Strife 就已经出现雏形了。后来由魔兽争霸3建立口碑，再被 DOTA 做成单一游戏，最后由英雄联盟发展到巅峰。接下来便是2004年的战锤 40K 破晓之战。其实从这开始，即时战略游戏上市的速度就有放缓的迹象。而这款游戏把 RTS
RTS 又带进另一种暴力美学，它不再强调传统的采矿盖家，而是强调抢战略点，控制地图，用小队推进战线。星际战士、兽人、神灵族、混沌军团，每一个单位都不像普通士兵，比较像桌上战棋模型突然活过来，然后在你荧幕上互砍。破晓之战让 RTS 更接近战场上的冲突感，让你不能只躲在后排生产线，要一直往前推，一直抢点，一直打。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跪，出来面对。然后才是2年后的英雄联队，不再比谁的资源多或者兵多，而是让 RTS 从大量生产往战术调度上推进了一大步。接着便是2007年的最高指挥官，大规模 RTS 爱好者的浪漫巅峰之一，常被视为横扫千军的精神续作。你可以从单一工程车一路缩放到整张战场地图，空军、陆军、海军、长城炮击、核弹实验级巨大兵器，直接让你使用滑鼠滚轮指挥世界末日。而且最高指挥官最有名的就是战略缩放，你不用一直盯着一小块战场，你可以像真正的总司令一样，从地图层级看整场战争，铺出了 RTS 的另一条路线，不再注重于各种微操，而是把战争规模放到最大。最后便来到2010年 RTS 的最后荣光——星海争霸2，顶级的单人战役，完整的 Battle.net 对战系统，高强度的天梯，众多的职业赛事，也有那种你只要一分心，家里功能就会死光的暴力节奏。因此发售首月就卖出了300万套，它证明了顶尖 RTS 依然拥有恐怖的市场号召力。无论是操作手感、画面表现，还是竞技平衡，它都立下了现代 RTS 的最高标杆。然而，在星海争霸2高歌猛进的背后，整个游戏市场的资本结构与玩家偏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。这款游戏也成为了传统即时战略游戏黄金时代的最后一缕烟火。那么 RTS 究竟为什么会在2010年迅速淡出主流市场？这绝对不是单纯一句 MOBA 还是 RTS 那么简单，这背后有4个致命原因。首先是认知负荷与高压的 1v1 挫折感，因为它在设计上有个致命门槛。RTS 可能是所有游戏类型中对大脑多工处理能力要求最高的品类，所以常常玩这类游戏绝对能防止老人痴呆，因为你必须在即时无法暂停的情况下，一边规划经济，一边造兵，一边派斥候侦察，还要同时围超战场上的几十个单位。学术界有个在研究 DeepMind 人工智慧玩星海争霸2的论文中，就直接把 RTS 描述为电脑科学领域的重大挑战，连 AI 都觉得难，何况是我们一般人。更惨的是，经典 RTS 的核心体验是1v1天梯对战，这意味着赢了固然爽，但输了你没有任何队友可以怪，所有的失误与挫败感都要由你一个人承担。这种高强度、高挫折感的游戏体验，注定把大多数只想在下班后放松一下的休闲玩家拒之门外。当然，像我就是不爱打天梯的那种，整天就打电脑爽一下而已，但也会因此感到越来越没有难度，变成单纯的附件爽 game。然后是市场资金与硬体平台的无情转移。2013年全球手游收入大约才120亿美元，当年预估到了2025年，手游市场将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。不过现在也就823亿而已，但也是相当接近了。因此，当大型发行商发现开发一款手游或者做长线服务型的射击竞技游戏，回收资金的效率远比做一款研发周期长、平衡极难调，而且几乎无法完美移植到手机触控荧幕上的 PC RTS 游戏高得多时，资本自然会无情的把资金抽走，这是一个冷酷的商业现实，也是许多单机游戏面临的问题。不过现在也开始出现用手游赚资金再回过头来开发游戏了，毕竟对于制作一款真正的游戏，有坚持的制作人还是不少的。接着是玩家动机的结构性变迁，没错，新生代玩家们喜好也变了。根据知名调查机构的长期数据显示，玩家对于长线策略规划的心理动机，在过去10年间暴跌到了只剩33%。这并不是说现代玩家变笨了，而是整代人的娱乐习惯发生了转变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现代人更倾向于寻求高社交性、直观操作、回报节奏更快的体验，而不是每天花好几个小时闭门苦练被建筑物热键。最后才是品类基因的完美外溢与分流，也是我认为最有趣的一个历史转折。RTS 其实没有死，它只是把自己的优秀基因外溢并分流给了其他的子孙们。例如 MOBA 游戏实质上是精准的剥离了繁琐的基地经营，只保留了最精华的团队与地图资源争夺，而那些喜欢长线经营、运筹帷幄的玩家则分流到了手机上的 SLG 游戏。虽然我个人是不太玩那类型的，所以我都是玩模拟经营的单机游戏居多，或者文明帝国以及城市建造类。因此 RTS 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，把自己的血肉献给了整个现代游戏产业。那么 RTS 未来还
有希望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但未来的 RTS 肯定不能再用2000年代的老计划面对现在的市场。近年来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失败与成功案例，首先是失败的那些，比如战锤的破晓之战3，太贪心的想同时讨好硬核 RTS 玩家跟新型 MOBA 玩家，结果两边都不讨好，惨遭滑铁卢。还有暴雪的魔兽争霸3淬炼重生，因为产品品质与宣传落差太大，在评分网站上被玩家打出了史无前例的0.6分，证明了情怀虽然珍贵，但绝对不能被任意透支啊！而前暴雪核心成员打造了风暴之门，虽然募资募到了破100万美元，但推出后依旧落差极大，褒贬不一。而成功的案例自然就是微软旗下的世纪帝国复兴矩阵。微软做对了3件事：重置经典，但不乱改灵魂。世纪帝国2决定版没有硬把老游戏改成新游戏，而是用4K 画质重置音效、更好的界面、观战功能，把玩家最熟悉的那套经典玩法重新包装起来。村民还是要砍树，黑暗时代还是要杀羊，你还是会因为忘记补房子卡人口卡到怀疑人生，但它变得更清楚、更顺手，也更适合现代平台。然后还有持续更新，而不是卖完就跑。后续依旧不断推出新文明、新战役、新资料片，世纪帝国4也持续追加文明，平衡更新与内容扩充，这点很重要。因为 RTS 最怕的不是老，而是没人管。只要还有人更新，有人修平衡，有人办比赛，老游戏就不只是博物馆展品，而是活着的战场。最后是降低入门门槛，世纪帝国4加入了更完整的新手教学，认真教你怎么开局、怎么控经济、怎么打基本战斗。这对 RTS 来说非常关键，因为以前的 RTS 常常是这样，你朋友跟你说这游戏很好玩，然后你一进去还没搞懂村民要干嘛，对面骑兵就已经在你家门口查水表。所以微软很清楚 RTS 要复兴不能只靠老玩家怀旧，你还要让新玩家至少能撑过20分钟，最后还有从 PC 平台扩张到几乎全平台都能玩。这代表微软没有把世纪帝国当成一款情怀削钱游戏，而是把它当成一整个长线经营的策略品牌。所以到了近年，世纪帝国系列不止没有消失，反而靠着重置更新跨平台，从老玩家的回忆里重新走回市场。这就是 RTS 复兴比较务实的答案，不是做一款号称要拯救世界的新 RTS， 而是承认老玩家要的是熟悉，新玩家要的是好上手，平台要的是方便进入，社群要的是长期更新。世纪帝国虽然没有让 RTS 重新回到王座中央，但它证明了一件事， RTS 不一定要变成下一个英雄联盟，它只要找到自己的长尾市场，就还能活得非常漂亮。它向所有人证明，即时战略不需要强求成为每个人都玩的单一主流，只要定位精准，它依然是一门极具价值且备受尊重的长青生意。最后，或许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个 RTS 百花齐放的年代，但即时战略游戏从未真正消失，它的基因早已融入了各种游戏之中，所以 RTS 没有死，它只是从主流王座上走了下来，把自己的血脉分给了整个游戏产业，然后继续守在那扇门后面，等着下一个愿意动脑、愿意练习、愿意在混乱中指挥全局的玩家。因为只要还有人相信战争不只靠反应，也靠判断，胜利不只靠手术，也靠脑袋，那 RTS 的战场就永远不会真正熄火。我是 RT， 这局还没GG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